寿山庄。西山一哭鬼路经贵地，为其登门拜访，请恕无礼。什么万寿山庄这么大的派头？这万寿山庄共兄弟5人，啊，大哥白鹅山君史伯威，二哥冠剑子史仲猛，三哥金甲狮王史书刚，老四大力神史继强，最小的便是眼前这8手仙猿史梦洁。真好玩，怎么外号里都带了老虎、狮子的？那是因为他们5兄弟世代相传，以驯兽为生，驯兽的本事出神入化呀。姑娘，姑娘不要跑！姑娘不要乱跑，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走，去对付神雕侠，不可失约。不好，这是什么声音？看来野兽要来袭击我们了。万寿山庄和西山一哭鬼向来没有梁子，各位何以擅闯本庄？事已至此，还多说些什么？西山一哭鬼，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小心！放开我四弟！你有兵在身，不可动手啊！多谢。三弟，尊哥，戴上帽子，不用怕。对对对，就这么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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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大头鬼叔叔，接着！
听我娘说，小时候我是喝豹子奶长大的。难道他们就因此而不吃我？奇了，真是奇了。神雕侠，神雕侠，石家兄弟，神雕侠，石家兄弟，再迟的片刻，恐怕他们就真的要变成鬼了。听说神雕侠，你英雄了得，有本事你让这些野兽住口啊！对啊！啊！你敢伤我爱豹？呀！怎么样，曾哥？神雕侠，真是好功夫！喂，石家兄弟，你们服了吗？你们现在可以喝止群兽了。他们见了人血，控制不住了。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大哥，这就是神雕侠，神雕侠。你们不是要找我打架吗？是车轮战呢，还是一起上？神雕侠，无辜盖世，我们西山一哭鬼怎么敢跟你动手呢？是啊，我们的性命都是你老人家救的。从今往后啊，你有什么吩咐，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阁下可是姓樊，大号樊一翁？在下正是樊一翁，听从大侠吩咐。不敢。不过既然诸位愿意听在下一言，那就不用退出西山禁地了。吊死鬼老兄，只是今后你对尊夫人爱惜一些，也就是了。神雕侠吩咐，小人遵命便是。西山一哭鬼擅闯宝庄，无意惊走九尾灵狐，还请恕罪。哎，这九尾灵狐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捉它？去年我三弟在凉州打抱不平，和人动手，对方突然使出诡计，我三弟一个不慎，身受重伤。这位13叔武功何等了得，谁能这么厉害，伤得了他？打伤我三弟的是个蒙古王子，名叫霍都，听说是蒙古第一高手金轮大王的弟子。我三弟受了这内伤之后，久治不愈，要治好他的病，唯一的灵药就是九尾灵狐之血。原来如此，是难怪了。这九尾灵狐是百兽之中极罕见、极灵异之物。我五兄弟足足找了1年，才在西北30里的一个大泥沼中发现了他的踪迹。是黑龙潭，正是。黑龙潭方圆数里之内全是污泥，其实就是一个大沼泽。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九尾灵狐从黑龙潭引到这树林之中，眼看就要捉到了，却被你们……如此说来，真是咱们弟兄的过错了。哎呀，我们一定倾尽全力去黑龙潭抓那九尾灵狐。对，黑龙潭要是能进的话，我们早就进去了，还用跟你们在这里废话？黑龙潭之内全是10丈多深的污泥，轻功再高也难以立足，不论船只、皮筏还是木牌都不能驶入。那九尾灵狐身小体轻，速度奇快，因此才能在污泥上面划过。三哥，这可怎么办呢？是啊。你们进不去，可是有人能进去啊！是谁？神雕侠。神雕侠。等等我！等等我！等一等！等等！等一下啊！小妹妹，你怎么了？是不是在找我呀？小妹妹，你为什么要哭啊？难道是谁欺负你了吗？你还给我！快把布偶还给我！谁欺负我？还不就是你？我？明明是你抢了我的布偶，不是欺负我是什么？哎，明明是你自己掉在身后。我帮你把它捡回来，如何能说是抢呢？明明是你走在我前面，怎么会捡我的东西？你这个小姑娘，明明自己脚力不快，当别人也走不快吗？还给我！你看什么？你叫什么？师父是谁？那你呢？那你先跟我说，我才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昨天晚上路过风铃渡，听到好多人在说你的故事，我就想，这样一位大英雄，我一定要见见。我就让大头鬼带我来找你了。小小年纪胆大包天，不怕我杀了你！我才不怕呢！你要是杀我，还会告诉我吗？神雕大侠义薄云天，岂能杀我这样一个小女子？我算什么大侠？你见了我之后，一定觉得见面不如闻名。啊！不，你若不算大英雄，那谁还算啊？不过我倒知道，这世上真的有几位大英雄、大豪杰，你是其中一个。你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能知道几个大英雄、大豪杰？那我要是说出来，你带我去找九尾灵狐好不好？好啊，你且说来听听。有一个人镇守襄阳，奋不顾身，力抗蒙古，保国安民。
个人算不算大英雄啊？对，郭靖郭大侠，算得上是一个英雄。还有一个女英雄，她辅佐夫君，日夜守城，料事如神，妙计无双。这个人呢？你说的是黄蓉黄帮主？嗯，也算一个。还有一位老英雄，他五行奇术鬼神莫测，弹指神通举世无双。桃花岛黄药师，他是武林前辈，我素来敬仰的。好，也算是一个。你要是再说对一个，我便答应你去黑龙潭。好，还有一个人，他统领丐帮，行侠仗义，除奸杀敌，为国为民，他算不算啊？你说的是卢有角，此人武功平平，没有什么大作为。瞧在除奸杀敌、为国为民的份上，算他是一号人物吧。好，还有一个人也是大英雄。这个人解困济急，除强扶弱，众口称扬，神雕大侠。他若不是大英雄，那你便是耍赖了。小姑娘伶牙俐齿。那你答应我去黑龙潭了？你既然说我是大英雄，大英雄岂能失信于一个小姑娘？你先睡会儿，等天一亮，我们就动身。神雕侠，我一觉醒来，你不会已经离开了吧？放心，不会离开的。那好，我睡了。神雕侠，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身子前倾，脚下不要用力。真好玩！哎，九尾灵狐，有2只呢。在这等我。神雕侠，快追呀！快呀！快！神雕侠，快呀快呀，就快抓到九尾灵狐了！快呀，九尾灵狐，九尾灵狐，你快投降吧！救我！走，追！晚辈冒昧打扰，还望前辈恕罪。老妇人隐居僻地，不见外客，你们给我走开！在下有一位朋友受了内伤，需九尾灵狐之血方能医治，望老前辈开恩救他性命。少
受了内伤，救他性命。哼！那为什么我儿子受了内伤，世上却没有一个人肯救他的性命啊？不知令郎受了什么内伤，这时施救还来得及吗？还来得及吗？啊，还来得及吗？哼！他都死去几十年了，尸骨已经化作尘土了。你说还来得及吗？人死不能复生，请老前辈节哀顺变。有己及人，望老前辈见谅在下朋友性命，自让灵狐。老妇人孤居泥潭几十年，全仗着这对灵狐陪我作伴。你们若想要他，哎，那也可以呀。那就让这个姑娘留下来陪我10年吧。这个地方都是烂泥枯柴，有什么好玩的？你要是寂寞无聊，便请到我家去，住10年也好，20年也罢。我爹我娘定奉老前辈为上宾，岂不是好？呵呵，你爹娘是什么东西，也能请得到我？前辈对这位小妹妹垂青刺目，原是她难得的机缘，但是未得她父母许可，自己不便做主。他爹娘到底是谁？你又是他的什么人？我父母是乡下人，说出来前辈也不知道。他是我大哥哥。是啊，我这小妹妹年幼不懂事，我带她出来见识见识。适才在下与小妹妹不知道九尾灵狐上有主人，擅自捉拿，多有得罪。说话乱拍马屁，说这些又有何用？你们赶快给我滚出去！大哥哥，你没事吧？他中了我的阴寒剑掌力，已经活不到明天这个时辰了。这可怪不得我。你呀，趁着他还没有倒下，快带他走，别死在我的黑龙潭。老前辈辟处荒地，或不知世间武学多端，诸家修为各有所长。哼，我大哥哥武功盖世，这下你知道厉害了吧？小妹子，不得对前辈无礼。尊驾武艺惊人，令人好生佩服。只是你要强抢老婆子手中这对灵狐，却是休想。你只要敢上前一步，老婆子就掐死这对灵狐，我让你空手而来，空手而归。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老僧一登前来求见，盼因姑赐予一面。大哥哥，这位一灯大师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何不见一见？好，我也正想见他。一灯大师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他呢？伊登大师用的是千里传音之术，听起来就在耳边，其实远隔数里。你也会千里传音术吗？教教我好不好？日后咱们相隔千里，我用这法跟你说话，岂不有趣儿？其实能够声闻离许，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和一灯大师谁的本事大？弟子杨过拜见大师。杨仙直别来无恙啊！慈恩大师怎么了？他被人掌力所伤，老衲虽已竭尽全力，却也回天乏术啊！慈恩大师怎么会遭人毒手？蒙古大军南攻大理，他出去打探消息，被一人打伤。金轮大王，大哥哥，你去找什么金轮大王？
给这位大和尚报仇好不好？怎么，你怕我大哥哥打不过金轮大王？哎，小姑娘猜错了，我这徒儿生平造孽甚多，这10余年中力求不过。此时绝不是盼望有人代他报仇，而是希望能获得一个人的饶恕，便可安心而逝。那，莫非他是来找那个老婆婆的？正是这样。我们等了他7天7夜，他都不肯相见一面呢。这老婆子也太绝情了。大师，弟子放肆，要硬逼他出来，当面说个明白。啊！不就是要这9尾灵狐吗？啊，算我老婆子服你了，给你，快走！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你来干什么？你可认得此人？我怎么会认得这和尚？当年用铁砂掌伤你孩儿的是谁？什么？裘千仞？这老贼在哪里？此人便是裘千仞。你连他的相貌也不认得了，可是还牢牢记着旧恨。阿弥陀佛，他自知罪孽深重，已皈依我佛，法号叫慈恩。罪孽深重，皈依佛门就能赎罪，怪不得天下和尚道士这么多。罪孽便是罪孽，岂是出家就能化解了的？慈恩已身受重伤，危在旦夕。他自知罪孽深重，便强忍了一口气，跋涉千里来到此地，就是想请你宽恕他的罪孽呀。灵姑，下手吧，消除我当年的罪孽。阿弥陀佛。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一死就算完事了？你以为一命抵一命就能解除你当年的血债吗？没那么容易！哼！我要让他不得好死，我要让他下18层地狱，永世都不得超生！云姑前辈，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不大清楚，只是前辈说话行事未免太绝，杨顾不才，此事要管上一管。你们要和我相见，软求不成，便来硬逼。可是那人不肯见我，你们便无人答问呐。老前辈，是谁不见你？我们愿意帮你啊！你们有什么本事？只能欺负我这老婆子。遇到真正厉害的人物，你们岂敢轻易的？我小姑娘顶不上什么用，但眼前有一灯大师在，还有我大哥哥，又有什么人不敢见呢？小姑娘，你真的能把他找回来吗？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你去把他给我找来。只要你们能把他找来见我，跟我好好说一会儿话，你们要灵狐也好，要我跟裘千仞和解也好，我全都依你们。老前辈要见的是谁？竟是如此难见。哎，他要见的是老顽童周伯通。周伯通？原来是老顽童啊！我和他也很说得来，我去找他来见你便是。
我的名字叫英姑，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你一定告诉他，不然的话，他来了，一看是我，就又跑得没了踪影。不知他现在何处？他在此处向北一个叫白花谷的地方，他呀隐居在那里养蜜蜂呢。请各位前辈在此稍后，在下去就来。我也要跟你去找周伯通。这位伊登大师武学精湛，你留下来向他讨教功夫，稍稍的指点一下，终生受用不尽。不，我要跟你一起去。我是跟着你来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良机千载难逢，你这么浪费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在家的时候，常听人提起老顽童，他的武功很高，可他怎么养起蜜蜂了呢？是一个女子教的他。是阴功吗？当然不是，教他养蜂的是这个世上最美丽的女子。是你的妻子吗？你怎么知道？天底下能配得上你的，自然是最美丽的女子。哎，对了，你为什么没有和你妻子在一起呢？我已经有16年没有见过她了。哦，为什么？那一年她体内中了剧毒，无法医治。幸好南海神尼前辈经过中原，带她回去医治。南海神尼乃当世的高人，我妻子性命应该无恙，但是却无法回来，需要在南海神尼的大智岛上住满16年，才能回来相见。那你就等了他16年。唉，愿老天爷保佑你和你的妻子终能相聚，从此不再分离。谢谢你的好心，小妹妹。你的这番心意，我也会告诉我妻子的。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娘总叫我许下3个心愿。今年我过生日时，一定许愿让大哥哥和妻子早点团聚。享福，竟然选了个这么好玩的地方。老顽童，小兄弟杨过协同小朋友来找你玩了。哎呀，杨兄弟啊，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呀？哎，你带这个鬼脸吓唬谁啊？好功夫，好功夫，杨兄弟，你胜过老顽童年轻之时了。周老爷子，那你是现在的功夫好呢，还是年轻的时候功夫好呀？啊，功夫自然是越练越好，哪有越练越差的？当然是今生于昔啦。那你现在都打不过我大哥哥，年轻的时候就更打不过他了。小姑娘胡说八道！小蜜蜂，小蜜蜂，来咬他，咬他，咬他！周兄，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咬他！你肯定不会让蜜蜂咬他。去见谁啊？我怕我一说出他的名字，你转身就跑。这个世上2个人我不敢见，一个是段皇爷，第2个就是他的贵妃英姑。除了这2个，别人我都见得。难道他们2人大祸临头，危在旦夕，你也见死不救吗？哎，你开玩笑是不是啊？段皇爷武功出神入化，他有什么大祸临头啊？就是有厉害的对手，他打不过，我也打不过。老实跟你说吧，英姑对你十分思念，无论如何也要见你一面。杨兄弟，我跟你说，你要再说这样的话，休怪老顽童翻脸不认人啊！你们赶快走吧，走吧。周老兄，你想赶我出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你要跟我动手啊？那我就绑你去见。
这是我自创一式七丈黯然销魂掌中的心惊肉跳。好啊，我正好见识见识。下一招拖泥带水。前辈武功高绝，晚辈甘拜下风。小妹妹，前辈是请不动了，我们走吧。且慢，你的黯然销魂掌还有好几招没打完呢，你怎么就走了你？周老爷子，你为什么不肯去见阴姑啊？你说出来，我求我大哥哥把掌法交给你，好不好？伊登大师之所以出家，是因为他对不起你，而不是因为你对不起他。你还不明白吗？什么？他对不起我？只为旁人害你儿子，他却忍心见死不救。我儿子？周兄，到此了。我儿子？哎，杨兄弟，你等等我，我儿子是怎么回事啊？哎！英姑，咱们儿子头顶是一个旋呢，还是2个旋？2个。哎呀，太好了，他是2个旋，2个，可惜他死了。我的儿子。别哭啊！别哭！一灯大师啊，当年我偷去了你的妻子啊，你不肯救我儿子，咱们两不相欠。以前的事情咱们不说了，好不好？这就是杀害你们儿子的凶手裘千仞，你杀了他吧。阿弥陀佛。英国，你来杀他吧！啊，你来。倘若不是他，我们今生哪里还有相见的机会？何况人死不能复生，他既然已经悔过，往日的仇恨就都忘了吧。这话说的也是，反正他活不长了，我们就饶了他吧。不杀他了啊，不杀了。感谢2位。感谢师父成全，感谢施主辛苦。孙，你我名随师徒，实乃良友。相交20年，功过切磋，无日或离。今日你往生极乐，恼那既喜且悲。阿弥陀佛。杨大侠，这2个畜生你拿去吧。杨贤侄，你把2只灵狐都带回去吧，但是不可伤他性命，
只需割开他们腿上血脉，轮流取血，每日服上一杯，纵有多大的内伤，也能痊愈了。啊！能保住灵狐性命，最好不过。你取完狐血之后，就将他们放了吧。两只小畜生怎能找回这里来的？别叫了，杨大侠又不要你们的命。多谢五兄弟盛情款待，大家喝个痛快，一定要喝个痛快！都怪我等莽撞，险些害了13哥，还望恕罪呀！来喝，来干！一醉方休，来喝，多谢啊！来，九尾灵狐啊！九尾灵狐！真是九尾灵狐！抓住他！快抓住他！这下不能再跑了！抓住他！哪儿跑？抓住他！一定是神雕侠带来的。啊！恭迎你们神雕侠！各位快请起！哎，你们怎么都跪着呀？快起来，快起来，起来！神雕侠，区小事，何足挂齿，赶紧给13哥治伤吧。多谢神雕侠！有人闯庄，跑去看看！快去！我万寿山庄！少废话，叫那个阴阳脸的矮大头出来！我要问问他，把我妹妹拐到哪里去了！快把我妹妹交出来！再不肯交人，我就不客气了。是他。谁呀？大哥哥，我姐姐来找我了，我得走了。什么？她是你姐姐？是啊，大哥哥，我得走了，后会有期。神雕侠，去哪儿啊？去哪儿啊？小妹妹。小妹妹，你有什么为难之事吗？没有，我没有为难之事。原来你是郭大侠的女儿，是你姐姐欺负你了吗？她就是欺负我，我也不怕。她骂我，我就跟她斗嘴，反正她也不敢打我。你找我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一路上都听到你的侠义之事，心中好生钦佩，因此就想见你一面。于是，
我就让大头鬼叔叔带我来找你。没有别的事，我只是想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现在宴席还没摆上，我们就要散了。大哥哥，我要走了。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说吧。你会到你妻子后，托个人到襄阳带信给我，让我也带你们欢喜。你爹和你娘都安好吧？我爹我娘都好。大哥哥，你和妻子相会以后，到襄阳来我家做客，好不好？再说吧，小妹妹，你我相会之时，最好别跟你姐姐提起，最好也不要跟你爹娘提起。为什么？我不说就是了。小妹妹，你爹你娘是当代的大侠，人人都十分敬重，许多事情自然用不着我去效劳。但世事多变，祸福难言。如果你要有什么事情不愿跟你爹你娘提起，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捎个信儿来，我自会帮你办得妥妥帖帖。谢谢你，大哥哥，你待我真好。你出生在襄阳，单名一个襄字，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今年应该是16岁，生日是10月24日。原来你全都知道了。啊，对了，你曾经说过要拜会我爹我娘，你早认识他们，是不是？大哥哥，我真的要走了。小妹妹，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如果你要有什么为难之处，只要我力所能及，哪怕是天大的事情，我也尽力而为。小妹妹，我给你3根金针，我见到金针，如见你面。如果你没有时间，托人带金针给我，也是一样的。谢谢你，大哥哥。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摘下面具，让我看看你真正的样子。这个心愿也未免太过轻而易举了。我因不愿多见故人，所以才戴上面具。你这么随随便便就用了一枚金针，岂不可惜？可是我连你真正的样子都没见过，怎么能算是认识呢？这可不算是小事啊。也对。怎么，吓着你了？不，
没什么，没什么。我要说第二个心愿了。你还是过几年再说吧。小姑娘家，净说些孩子话。我的第二个心愿，就是10月24日我生日那天，你到襄阳来看我，然后和我说会话。仍然是孩子气。好吧，我答应你。不过我只见你一个人，你爹娘和你姐姐，我都不见。那你随便啊。我第3个心愿嘛，我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再告诉你。让你们知道本姑娘的厉害！明明是15叔让着你，你怎么还胡乱出手伤人啊？谁认识你那些狐朋狗友？还不赶快给我回去！15叔，你的伤……五弟，姑娘，我的伤死不了人。15叔，我带姐姐给你赔个不是。嗨，冲着神雕侠的金面，你姐姐就是杀了我呀，嘿，也没什么。你还不赶快跟我回去？你就不怕回去以后我告诉爹爹和娘，让他们狠狠打你一顿？你胡乱出手伤人，我也告诉爹爹娘去。跟我走。这小姑娘人这么好，可她姐姐却如此刁蛮。如果刚才那一剑再刺深2寸，那我五弟的命恐怕就没有了。就是，这蛮横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在风陵渡口的时候，她就对神雕侠出言不逊，这个神雕侠怎么给她放了呢？幸好15哥的伤势不是很严重。这女子行事向来鲁莽，我这条右臂就是被她砍下的。啊？兄妹，哎呀，你回来了！你们才回来，蒙古军真的要来襄阳了吗？刚才我们出城门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百姓，全都一出长去。你们回去就好。快走吧！天哪！你爹去了大帅府上商量军情，你们先回房间吧，快去吧。走，好，快去走吧，去吧，去吧，你也去吧。蒙古人即刻攻城，你们调派全城兵力把守城门。是。
陆老伯，多日不见，我可想死你了。干！来，香儿，多日不见，你的酒量可是见长啊！啊，来，喝，来喝，来，干！我这样喝完了。香儿，你这次出去可遇到好玩的事儿了？那当然了，而且还不止一件。啊，是吗？来，说给我听听，好让我这老叫花子也高兴高兴。那可是秘密，我可不能随便告诉别人。香儿，难道咱们不是好朋友了？咱们当然是好朋友了。我是要告诉你的，不过要等到我生日那天。好，一言为定，一醉方休。不醉不归。来，帮主，帮主，弟子有事禀报。说。卢老伯，你去吧，不用管我。够朋友，带几个弟子出去看看。是。大理，这大理已经灭了。蒙古军队灭了大理以后，军心振奋，士气高涨，已经准备乘胜直扑襄阳。听说蒙哥亲自出马来战，这蒙哥是个非常骁勇善战之人，此番必是一场恶战呐。此刻最难的是朝廷不肯派兵，我们现在只有靠襄阳本地的兵力和我们请来的各路英雄来面对这场恶战了。拜见岳父大人、岳母大人、师娘，你们都来了。香儿呢？那香儿啊，古灵精怪，肯定又跟鲁帮主喝酒聊天去了。帮主就在里边。贼子竟敢叛逆！霍都，鲁帮主，别来无恙啊！你这卑鄙小人！今天我要杀了你！只要你能走到我的面前来，我就伸出脖子给你杀。大狗棒，王子，到手了。那就好，辛苦你了。借你这张脸用用。七儿，什么时候的事情？大约1个时辰以前。鲁帮主死前喊的就是火都，火都留下什么话没有？小的不敢说。你说呀！你有什么不敢说的？他肯定说，如果郭靖、黄蓉不肯投降蒙古的话，那我们的下场就会跟他一样，是不是？黄帮主明鉴，那恶贼私下散布的就是此言。霍都啊，霍都，我不会放过你，我叫你血债血偿。
小帮头，二小姐怎么了？二小姐得知鲁帮主去世的消息以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的，哭了整整1天。香儿，香儿是我，开门。香儿，娘知道你为了鲁帮主的事儿非常伤心，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这样也于事无补。香儿，你放心吧，爹爹和娘一定会替鲁帮主报仇的。香儿，香儿，鲁老伯，前日我们还在一起对酌谈心，谁想到你却惨遭横祸。你若地下有知，便请喝了这杯吧。我先来干了这一杯。鲁老伯，是你吗？你是来跟我喝酒的吗？鲁老伯，半夜3更跑到这里装神弄鬼，娘叫你赶快回去。我在召唤鲁老伯的鬼魂呢，给你这么一闹，他还怎么肯来见我呢？你真是个疯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子里胡思乱想些什么东西。奇怪了，人家鲁有角的鬼魂为什么会来见你呢？他不见别人，也会来见我的。我们2个感情最好了，更何况我还答应他24日要告诉他一件我的秘密。24日？啊，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娘说24日那天要召开一个英雄比武大会，然后选出一个武功最高强的人出任帮主之位。那一天，你姐夫一定会力胜群雄的。可是，大家这么一闹，不就没人给我过生日了吗？你这个小丫头的生日哪有那么重要？怎么可以和英雄大会、帮主接洽之事相提并论呢？我告诉你，这话你可千万别传出去，否则啊会笑掉大牙的。旁人给不给我过生日，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知道有一位大英雄，他一定会来找我，一定会来跟我过生日的。英雄？什么英雄啊？你可要知道，天下所有的英雄到那天都会来参加英雄大会的，是英雄爹都会给他们发帖的，所以这件事你就不用操心了。至于你说的英雄，如果连娘和丐帮都不知道的话，哼，请问他还称得上什么英雄呢？就算没有英雄帖，他也是大大的英雄。他要是不去，你们的什么英雄大会啊，我也不去。不管什么酒宴啦，什么比武啦，就算是再热闹，我连一眼也不会瞧的。你不瞧，谁信呢？泥魔星，郭大姑娘好眼力呀！多年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大家免伤和气，乖乖的跟我走吧。大叔，你的腿怎么如此奇怪？是怎么断的？小丫头不许多言，快点跟我走。二妹，他是蒙古人派来的，功夫十分了得。你攻他右边，我攻他左边。大姐，这人可怜，别伤了他。姐，我来帮你。你们俩都不许动！我原先还觉得
么可恶！两个臭丫头，你吃点苦头就不知道爷爷的厉害。给我按下。我没有了。姐姐，快走吧！倪魔星，你到底搞什么鬼？倪魔星。妹妹昨天又惹事了，她用玉簪打死了倪魔星。等等，香儿的青玉簪子一碰就能折断，却能穿过倪魔星的双掌将他打死，可见这个发簪者的功力不可思议。这个人会是谁呢？依我看，会这门功夫的只有我岳父、外公，还有恩师伊登大师和金轮大王。岳父大人当然不是，金轮大王也不会与倪魔星为敌，伊登大师更不会轻易开杀戒。我猜，不是外公，便是恩师了。这股内力纯以刚猛为主。依我所见，只有2个人具备这样的功力。恩师七公早已经去世，又不是你自己，那还会是谁呢？这个死丫头说是鲁帮主的鬼魂把她给杀死的。胡说！香儿，你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形。